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凯欣辱华事件发酵，赴山海将其剔除推迟上线，诚意受到波及。最近，由诚意、娜扎和李凯欣主演的古装剧《赴山海》没能按时播出，惹得大家议论纷纷。随着大家对这个话题越来越关注，竟然曝光了一段新加坡演员李凯欣的辱华录音，立刻引爆了观众的愤怒，把这场风波推向了更激烈的高度。他参演的古装剧《赴山海》也跟着遭殃，直接把他除名，播出计划也推迟了。作为该剧的主要演员之一，诚意也难免受到波及，可能会对他的演艺生涯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剧组终究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不过能否顺利播出，还得看后续的调整和处理情况。这种事情一般都是一波三折，期待他们能妥善应对。赴山海没能按时上线，演员侮辱中国的言论被曝光。最近，娱乐圈又被一条负面新闻搅动了舆论。新加坡的华裔女演员李凯欣最近遭遇了辱华事件，导致她主演的电视剧《赴山海》未能按时上映，而且这部剧的另一位主演诚意也因为这件事，演艺事业再遇波折，真是让人唏嘘。诚意这小子也是够惨的，身边的搭档一个个出事，这么多年的奋斗仿佛都白搭了。这场风波的起因是一段让人啧舌的录音，在这段曝光的私人对话中，李凯欣用一种相当轻蔑且不妥的态度谈论他在华的工作经历。他毫不忌讳地说有戏拍，有钱赚，不就好了？话里话外透露出对中国人的轻视，仿佛把中国人当成了取钱的工具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他用极为侮辱性的词汇来形容中国观众，居然说只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 XX。要是录音真属实，那真是太瞧不起人了。挣着中国人的钱，还敢骂中国人？这种没下限的言论简直伤害了中国观众和粉丝的感情，惹得大家生气不已。听说这个爆料的人是李凯欣的前助理，他在社交平台上连发好几篇长文，除了揭露那段侮辱中国人的录音外，还指控李凯欣有知三当三等挺严重的道德问题。其实起初一切都挺平静，助理没打算要揭发他的行为。不过总有一些人没事找事，总是喜欢造谣挑衅，所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他才决定曝光。助理还提到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说出不当言论了，他手里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。同时，他还公开呼吁李凯欣本人面对争议，给个说法。不过，目前李凯欣和他的团队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想想也是，这要是一旦承认是真的，那他在中国的事业恐怕也要泡汤了。相比李凯欣，剧组动作可是相当迅速，毕竟他们辛辛苦苦努力了这么久，谁都不想让自己的成果白费。剧组反应相当迅速，选角的事情引发了不少讨论。有意思的是，录音曝光的时间是4月10日，而剧组在4月9日发布的片花中就已经默默将李凯欣去掉了。有些细心的网友注意到，之前剧组在杀青时还曾李凯欣，结果现在宣发却不见他的身影，时间刚好在被曝光之前。这一连串操作衔接的真是恰到好处，难免让人联想到剧组是不是早就发现了什么潜在的风险，为了确保顺利播出，特意提前做了调整。从剧组放出的宣传片来看，诚意主角的镜头占比真心不小，展现出那种十足的大男主风格。反观娜扎和李凯欣，他们的镜头则明显少得多，甚至连角色名称都没标上，这对比着实让人觉得有点意思。看来剧组早就做好了打算，估计是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在剪辑的时候特意避开了这位演员，
淡化了他的镜头。这真是让人无语了，明知道他有风险，干嘛还要用他？咱中国这么广，演员一抓一大把，怎么就没一个看得上的呢？希望以后导演在选角的时候好好琢磨琢磨，要不然这么多人辛辛苦苦付出的心血，可能就会泡汤了。说实话，这事一出，剧还能顺利上线吗？现在演员问题导致很多剧都没能按时播出，真是见怪不怪了。不过，大家还是希望这事能圆满解决，让剧能顺利播出。接下来是通过 AI 换头技术来处理李凯欣的戏份，还是干脆把剧集搁置，这全的看事件的发展情况。李凯欣在娱乐圈的名气说不上很大，录音爆出快1个月才引起广泛关注，但剧组果断将他除名，说明这事对傅山海的影响真是不小。对此，许多热心网友积极发言，提议剧组应该追究相关责任。与此同时，也有网友对行业内使用有黑历史演员的现象表示不满，提到李凯欣之前曾卷入不少争议，偏偏还是能有参演的机会，这样的情况值得整个行业好好想想。演员杨紫曾经提到过，以前选剧本的时候，主要关注剧本、导演和制作团队，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，有时候还得考虑对手演员和发行因素。这个现实的问题的认真对待，要不然这部戏可能根本就没办法播出。说实话，这事儿就是这样，能拍的戏本来就不多，要是因为某些人的原因，让剧都播不出来，那整个剧组的人可都得闹心了。所以，导演在挑选角色的时候好好调查一下情况。这次傅山海的选角导演就被不少网友喷了。大家都知道李凯欣有些问题，结果还是用了他，现在可真摊上事了。回头看看李凯欣以前的举动，真是不难发现他早就有点问题，一直是个争议人物。细想之前的事情，好像一切都有线索可以追溯。之前，李凯欣在校园霸凌事件上引发了不少议论。有校友爆料称，李凯欣在中学时就涉及校园霸凌，15岁时就开始带头孤立同学。刚开始传出的时候，确实引起了很多讨论，不过因为李凯欣的人气不够，或者其他因素，这件事最终就这样消失了。关于中国新年的英文表达，使用 Lunar New Year 而不是 Chinese New Year， 这一细节引发了不少网友的不满。最近又因为一些辱华言论而受到批评，各种举动让大家对他的好感直线下滑，现在的影响可真不小。最近传出傅山海可能会再上线，不过如果李凯欣的辱华事件继续发酵，那么剧集的播出时间就会变得扑朔迷离。如果这剧真的没法顺利上，程毅这位主演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。前期粉丝为了宣传这部剧，投入了不少资源，比如全国各地的地铁广告、商圈广告，还有精心策划的云包场预售，现在看来都是白费劲。剧集推迟上线，打乱了程毅的作品宣传节奏，影响了他的热度积累，甚至可能对他押剧的口碑造成一定损耗。程毅在努力认真，但要是合作的演员频频出事，时间久了难免会对他的口碑和事业产生影响，甚至会消耗掉他的一些人气和资源。这次李凯欣和程毅在剧中有着重要的 CP 线，算是剧情的关键部分。要是他的戏份被删减或者修改，可能会导致剧情逻辑不通，进而影响程毅角色的形象和故事的流畅性，最终可能对整部剧的质量带来不小的冲击。今后在挑选合作伙伴时，演员不仅要关注对方的演技和人气，还得认真了解一下对方的人品和口碑。这样一来，就能避免因为合作对象的负面新闻影响到自己的发展了。